赵强，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这3万箱能量棒、巧克力和电解质水，全在保质期内，质检报告全都等。你凭什么拒收？凭什么？凭我是大局采购经理，林老板，大家都是明白人。我这边的茶水费一直都是行规，别人给30%，你1毛不拿，我怎么给你走账？你这是索贿，是商业敲诈。你单方面毁约，就不怕我告你？你去告啊！等法院判下来，半年都过去了。可我听说你拿这批货做抵押，银行贷款明天就到期了吧？你想逼死我？话别说这么难听，这3万箱临期高热量食品，除了我，现在全市没人敢收。我给你指条明路，货我按1折收，算我私人吃点亏帮你兜底，怎么样？1折？连包装盒的成本都不够，你想白拿我的货？林晨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今天你1折不卖，明天这批货就只能当垃圾拉去填埋场，你等着破产清算吧。老板，赵强怎么说？这3万箱货再压1个月，可就真过期了。他要30%的回扣，不然就按1折收。这不是抢劫吗？那银行的贷款怎么办？明天可就要扣款了，咱们账上只有几万块钱了。老李，你先下班，你去告诉大家，就算卖厂房，我也绝不拖欠你们1分钱工资。但这批货，我宁可全扔了，也绝不低头给那人渣吸血。难道真的要完了？怎么回事？电梯故障了！别怕，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变成浊化怪物。喂，那个，你们在拍古装戏吗？你是何人？这铁盒子是何等法宝？什么法宝？这是货运电梯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怎么在我仓库楼下？我闻到了，好清纯的力量，没有一丝浊气。这是仙界神物吗？你说这个，这是高热量黑巧克力，临期的。这位秘境大能，小女子苏清寒，乃青云宗宗主。我们已被浊气困了3个月，宗门上下断绝干净灵石已达30日，弟子们马上就要浊化饿死了。这绝不是化妆能化出来的绝望。我这批货在现实里被当成垃圾踩在脚底，在这里却成了他们救命的神货。你们先别急，这巧克力和水吃了真能救命。只要没有浊气，只要蕴含纯净力量，就能洗刷我们体内的毒素，就能活。神物落地了，快，小心拆开法器外壳。宗主，好香，好清纯的能量波动。吃，立刻分食。宗主，我体内的浊气退了，这黑色的神药进入腹中，化作了极其庞大的纯净灵力。那个诡异如同春雪消融，从边缘开始向内附与收缩。这简直是仙丹！仅仅一口，大能出手，果然是旷世神物。别叫我大能，我叫林晨，是个食品批发商。是，凌晨仙尊。算了，随你叫吧。你们刚才说拿库房所有的东西报答我，你们修仙界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？林仙尊，实不相瞒，天地异变后，我青云宗的灵石全都耗尽了，法宝也大多损毁。如今库房里只有些毫无灵气、被浊气侵蚀前长出的凡界枯草，不知
仙尊能否看得上？枯草，拿来看看。快，去库房把那几株百年的枯萎凡草拿来呈给仙尊。我经常跟药材商打交道，这外形，这炉碗，这铁线纹，这是地球上早就绝迹的纯金极品野生老山参，而且看这年份，绝对有几百年。仙尊，此物实在寒酸，若是仙尊不喜，我等愿为仙尊做牛做马。不，我很满意。这东西在你们这儿很多吗？这种毫无灵气的凡草，末法时代前漫山遍野都是，因为无法炼丹，都被当作野草。库房里还有几十株。苏宗主是吧？咱们做个交易，你拿这种凡草跟我换，你们缺多少纯净食物，我林晨全包了。离仙君此言当真？当真，我手里刚好有3万箱这种神物。明天我给你们送大货，向你辈带来希望。现在的时间才过去不到20分钟，同人阁本市最大的百年中药堂，这株老参是真是假，去了就知道。老先生，我这里有株老参，想请您长长眼，看收不收？林下参还是原参？现在市面上野生的太少，要是年份不够50年，我们同人阁是不收的。你去隔壁药店问问吧。您先看看再下结论。小伙子，我都说了，这炉碗，这铁线纹，还有这珍珠疙瘩，五道炉，形体匀称，须如铁丝，这是纯正的极品野生老山参，而且这年份绝对在500年以上。小伙子，这东西绝迹快50年了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，家里急需资金周转，只能出手。老先生，同人阁能吃下吗？能，必须能。小伙子，这种极品野参那是能吊命的神药，你开个价。您是行家，百年老字号的规矩我懂，您给个实在价。现在市面上百年野参有市无价，我同人阁不欺客，800万，现金流我直接通过企业账户打给你。成交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不出这店，我都答应。必须签订正规的药材收购合同。另外，这笔收入我要求贵方在转账时依法代告交个人所得税，钱要干干净净的进我的银胸卡。小伙子，年纪轻轻，做事滴水不漏，是个柔法的好公民，没问题。合同马上打，税费我们由专业财务对接，保证合法合规。扣除合法税费后，600多万的净收入稳稳躺在账户里。这笔钱不仅够还银行贷款，甚至还绰绰有余。赵强，好戏刚开始。林晨呐，躲在里面不敢见人。老李，你们老板今天再不还银行的钱，这厂房可就要被查封了啊！赵经理，你别太过分，我们老板去办事了。办事？怕不是去借高利贷了吧？老李，赵哥心善，今天特意带我们来接盘，1折收购，这可是救命钱。等凌晨回来，让他赶紧把合同签了。1折是昨天的价，今天半折我都要考虑考虑。那3万箱临期食品，除了我，谁收得走？我为什么要让你收走？哟，林老板回来了，去哪儿筹钱了？凑够了吗？不劳你费心。赵强，你单方面撕毁咱们签订的采购合同，导致我3万箱货物滞留。按合同条款，你得赔偿我20%的违约金。违约金，林晨，你是不是急疯了？我不签收，你就是废纸一堆。你现在连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，还敢跟我提违约金？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你那堆快过期的烂巧克力吗？看清楚这是什么？什么破纸？银行贷款结清证明？不可能！300万的贷款你今天就结清了？你哪里来的钱？你那3万箱货根本没动，你怎么可能结清？赵哥，
是真的，银行的公章今天早上刚盖的。赵强，我说过，我的货就算扔了，也不会让你这种人渣吸血。你别得意！就算你运气好借到了钱还贷，你那3万箱临期食品还是卖不出去，过不了半个月，全是一堆废品。我看你拿什么付员工工资，拿什么付仓储费？我不光还了贷款，我还带了律师函。律师函？无正当理由不收合格产品，构成违约。我已经委托本市最顶级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对你提起诉讼。同时，你昨天向我索要30%回扣的通话，我已经全程录音，并提交给你们大卖场的总部纪检部门。林晨，你敢阴我？阴你？这叫依法维权。赵强，你今天不仅一折拿不到我的货，你还得准备好去跟你们总部解释，为什么你会有敲诈勒索的录音。林晨，你别把事做绝！你要是敢递交录音，我在这个行业封杀你，我让你一包饼干都卖不出去！你继续说，当着镜头的面说你怎么封杀我，正好，这也可以作为你涉嫌商业垄断和恐吓的证据。说。那个赵哥，我老婆快生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算你狠，林晨，你给我等着！你那3万箱临期垃圾，你就是留着发霉，我也绝不会让你找到销路。老板，你真的把贷款还了，还把赵强那王八蛋骂跑了？不仅还了，我们的资金流现在非常充裕。老李，叫大家回来上班。好。可是老板，赵强说的对，咱们这3万箱货到底卖给谁呀？市面上的渠道都被他卡死了。老李，你不用操心销路，我刚刚谈下了一个大客户，他们非常饿，这3万箱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大客户？哪里的客户？商业机密。老李，你现在立刻去办2件事。第一，去市里的劳保用品批发市场给我订一批防爆盾、强光手电和防熊喷雾，越快越好。防爆盾、手电，客户所在的地方治安不好，这是附加服务。第二，去租一辆大号的手推叉车，今晚我要亲自在 B1 层发货，任何人不准靠近货运电梯。明白，老板，只要厂子不倒，我老李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赵强这种现代社会的渣渣，用法律和合同就能轻易碾碎。但我知道，电梯对面的修仙界，苏清禅面临的可是真正会命的恐怖妖兽。苏宗主，既然咱们达成了交易，你的安保我也管了。苏宗主，林老板来交货了。休得猖狂！宗主，东边的阵法破了，灼化妖兽冲进来了！结阵，死守大殿，绝不能让他们抢走白天林仙尊赐下的神物残留气息。苏宗主，退后！林仙尊，是林仙尊降临了，仙尊来救我们了！仙尊小心，这是2阶灼化妖狼，肉身坚如玄铁，千万别它咬到。玄铁是吧？我看他怕不怕瞎？接住，对准他们的眼睛！仙尊，这是何风法宝？别废话，把那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去！宗主，这法宝放出了一道雷光，妖兽的眼睛瞎了，没有丝毫灵力波动。
却能释放出比大日如来印还要刺眼的光芒。这究竟是何等神器？别发呆，这叫战术手电。那个大个子拿着盾牌顶上去。仙尊，这透明的琉璃板能挡住妖兽的利爪吗？这是防爆盾，连刀砍都不破，套在小臂上结盾墙。挡住了！宗主，这琉璃神盾比我们的玄铁剑还要坚硬。琉璃不碎，光可刺目。林仙尊的法宝，竟然全是不需要灵力催动的绝世奇物。光防守有个屁用！尝尝这个10倍浓缩魔鬼胶。仙尊，这红色的毒物竟然瞬间破了2阶妖兽的肉身。仙尊，您的手段简直神鬼莫测。这叫防熊喷雾，对着他们的口鼻喷，快，物理超度他们！属下的诸位。林仙尊再造之恩，青云宗粉身碎骨难以为报。若非仙尊赐下神器，我宗今日必遭灭门之灾。客气了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我答应过你们，只要你们拿东西换，食物和安全我都包了。2万块高热量巧克力，5000根能量棒，还有电解质水，够你们吃10天了。仙尊言出必行，大恩大德。去，把祖师堂供奉的那个东西请出来。仙尊赐下如此厚礼，我们绝不能只拿那些干草糊弄仙尊。宗主，您是说祖师留下的那几个废弃玉盒？可那里的阵法早就彻底枯竭了。对仙尊来说，或许大有用处。快去！仙尊，这是我宗开派祖师留下的储物玉盒，曾经能保灵草万年不腐，可惜现在灵力彻底枯竭，已经成了凡物。这料子，这雕工，在现代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帝王绿级别古玉，而且毫无瑕疵。勉强可以。这玉盒虽然没了法力，但上面的雕工我还挺喜欢的。这批货就算咱们结清了。多谢仙尊体谅。仙尊仁厚，不仅赐粮，还赐下防爆神盾与战术神光。青云宗愿尊林仙尊为太上长老。太上长老就算了，我叫林晨，是个生意人。以后你们缺什么，列个单子给我，记住我不白给，拿你们库房里的废铜烂铁、失去法力的破烂来换。青汉明白，青云宗上下以后只为仙尊收集此等凡物。对了，手电筒没电了就别扔，下次我给你们带太阳能充电板。太阳能充电板。赵强，你卡我销路是吧？老子现在去古董行拿真金白银砸死你！林先生，这6个玉盒的材质是毫无瑕疵的老坑玻璃种帝王绿，更可怕的是这雕工，这种毫无人工沁色、行云流水般的微雕云纹，现代工艺根本做不出来，这绝对是失传已久的古法雕刻。冯老，您是行家，这东西能上秋季大拍吗？不仅能上，绝对是压轴拍品。不过，林先生，这套玉盒若是上拍，流程至少需要3个月。我看您似乎有些急用钱。实不相瞒，我公司最近在扩张，急需大笔费用。如果聚宝斋能内部全盘吃下，价格可以商量。林先生，既然您这么爽快，聚宝斋也不来虚的。这6个玉盒，我们内部整体收购，打包价3500万。但前提是您的藏品来源必须绝对合法，我们需要签订藏品合法来源保证书。且所有的税费，聚宝斋将严格代购报酒，依法申报。张总，痛快！来源证明我随时可以提供背书，
合同现在就签，合法纳税是我作为公民的义务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天下午2点前，资金必须到账。还没问题，聚宝斋的现金流绝对充足。财务，马上准备合规合同。老板，我在南城批发市场，赵强那个王八蛋真的下了绝杀令。他放话给全市所有的渠道商，谁敢收我们那3万箱临期食品，就是跟他大卖场作对。现在没一家店敢要咱们的货，甚至连货运公司都不敢接咱们的单子了。他以为切断渠道，我就得死。老板，现在可是商战啊，没有渠道，咱们货烂在手里，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老李，你现在立刻回公司，帮我做3件事。第一，找猎头公司，高薪聘请市里最好的法务团队和商业会计师。立刻入驻公司，把所有账目做得清清楚楚，滴水不漏。请法务？老板，咱们现在哪有钱请那些大制？钱不用你操心，我要最顶级的安保和防潮系统。租城北的仓储中心，那里1年租金就要200万啊！第3件事也是最重要的，你以公司的名义向全市发布一条公开收购信息。从今天起，本市所有符合国家卫生标准、具备合格检验报告的高热量食品、临期压缩饼干、罐头，只要是在保质期内且质检完全合格的，别人不要，我们全收，价格按市场正常批发价钱。老板，你疯了！咱们自己的货都卖不出去，你还要按原价去收别人的临期食品，这要填多少钱进去啊？咱们是要破产清算了吗？老李，照我说的做，告诉那些供应商，一手交合格质检报告，一手当场对公账户结账。谁要是敢卖给我过期变质的假货，法务团队直接告到他倾家荡产。记住，只收合格的好货。赵强想利用垄断卡死我，那我就用3000万的合法现金流反向扫平整个下沉市场。修仙界那几百张嘴，加上未来可能投靠青云宗的无数难民，这几万箱临期食品塞牙缝都不够。赵经理，您放心，您的吩咐我们都照办了。凌晨的货，一片饼干也流不进市场。他那3万箱货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开始发霉了，不出3天，他肯定得跪着来求您。跟我斗，在这1亩3分地儿，我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等他破产了，我再用白菜价把他那批货吃下。你说什么？凌晨在城北租下了超小级恒温仓储，他还在全城大肆收购合格的临期食品，还是现结？不可能！他哪里来的钱？他连银行贷款都还不清了。赵经理，是真的。我刚才在群里看到了凌晨公司的对空转账截图，南区老刘压了半年的那批合格肉罐头，刚刚被凌晨全盘吃下，200万秒到账。这个疯子，他从哪儿弄来的几千万资金？他这是在找死！收那么多临期食品，他卖给谁去？卖给鬼吗？赵哥，不好了！凌晨不知从哪儿请来了一个顶级的法务团队，直接把律师函送到咱们大卖场总部去了。若您涉嫌商业垄断、索贿和恶意竞争，要求大卖场法务部立刻介入调查。凌晨，你敢断我的财路？凌晨，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咱们就鱼死网破。我倒要看看，等工商和十倍官去查你的时候，你这堆积如山的垃圾怎么过关？喂，是我赵强，对，我要实名举报。青云商贸公司的凌晨涉嫌非法囤积大量过期变质有毒食品，对方疑似存在违规加工行为，且整体资金流向存疑，存在严重的经营隐患，需要相关部门介入核查，依规清查整改。我定要彻底查清其中问题，击碎对方的经营布局。今天一天咱们就收了5万箱货，资金花出去了800多万，这阵仗也太大了，不会惹来麻烦吧？麻烦？合规经营按时缴税，每一箱货都有国家认定的检验报告，谁能找我的麻烦？老李，让法务部的张律师准备好所有的账本和唱账。准备台长干什么？因为有条疯狗马上就要咬上门了，而我们要用最完美的账本，合法的敲碎他满口牙。现代商战打响了，修仙界那边也该送一波科技温暖了。宗主，东边和北边的废土边缘又发现了大量浊化妖兽的踪迹，最少有上百只。而且好像有3阶妖兽带头，他们是被昨晚那些神识的味道引来的。3阶妖兽，肉身强横如金刚，仅凭我们现在微弱的灵力，就算有灵仙尊赐下的防爆神盾，也绝挡不住上百只的冲击。宗主，跟他们拼了！我们不能让仙尊的供奉被这畜生抢走。不能硬拼，去把所有弟子召集起来。
把仙尊昨晚留下的战术神光集中使用，就算战死，也要死在神门之前。林仙尊，您又降临了。看来我又赶上好时候了。怎么，怪物又来敲门了？仙尊恕罪，是我们无能。昨夜神石的纯净气息太浓，引来了数百只妖兽围山，这其中还有3阶大妖，清寒无能，恐无法保住宗门，正欲与他们决一死战。决一死战，跟一群没脑子的野兽拼命，那是最低级的战术。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安稳的活下来，帮我搜集那些失去灵力的破铜烂铁。仙尊，这是何等法器？为何毫无灵力波动？这叫太阳能充电板。这地方虽然天空灰暗，但只要有光就能发电。老规矩，派几个人过来学。仙尊吩咐，弟子一定拼死学会。看到这几卷带刺的铁丝没？绕着你们广场的边缘，也就是防线最外围，拉起一道3层高的网，快！仙尊，这铁刺虽然锋利，但3阶妖兽皮糙肉厚，一撞就倒了呀。是吗？那是因为没通电。所有人退后3米，谁也不准碰那铁丝网。把它扔一直到网上去，试试威力。一击雷霆秒杀2阶妖狼，这铁网里封印着9天玄雷吗？天雷法阵，这是仙尊布下的天雷绝杀大阵，妖兽来多少死多少。这种无需消耗施法者丝毫灵力，仅依靠几块黑板吸收天光，就能释放无尽雷霆的阵法，哪怕是上古时期的大能也布不出来啊！这叫工业化高压电网，多大点事儿？别急，还有好东西。苏宗主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仙尊，这法宝里面有您的分魂，这是千里传音的高阶通讯符。这叫对讲机，按住旁边的键说话，松开就能听到别人说，不需要消耗灵气，也不怕被浊气干扰。有了电网，正面强攻他们是找死，但3阶妖兽有智慧，可能会找薄弱点偷袭。苏宗主，你带队在中心指挥，发现哪边妖兽聚集，立刻用对讲机呼叫支援。其他小队拿好防爆盾和战术手电，哪边被突破就去哪边喷辣椒水补刀。听明白了吗？谨遵仙尊法旨，誓死守卫电网阵地。全宗注意，妖兽已进入300步范围，天雷大阵已开启，各小队坚守岗位，未经命令不得擅自离开防线。东面收到，北面收到，手电和毒物已就绪。北面遇袭，3阶妖雄正在破坏天雷阵，战术小队上。收到，收到。开神光！仙尊法旨，物理操作。安保系统建立完毕，苏宗主，这里交给你了。记住，妖兽尸体别扔，尤其是骨头和皮毛，下次我带走，这也算交易物资。恭送林仙尊。清寒定当为仙尊守好此地，收集万物。修仙界的物理敲服结束了，现代社会的合法打脸也该开始了。赵强，你的举报应该已经到了吧？林晨，你不是牛逼吗？你不是能砸几千万收临期垃圾吗？今天我看你怎么死！查，各位领导，狠狠的查，他这里面全是过期的毒食品，绝对有黑作坊。赵强，你是举办人，请你在界限外等待，如何办公不需要你来教。是，臣对您秉公现场处理。这小子资金来源十分可疑，80%是来源非法的，您可千万别放过他。陈队长，各位领导辛苦了。接到通知，
我们青云商贸公司全体高管和团队已经等候多时，欢迎随时入库可查。凌晨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指控你涉嫌非法囤积变质过期食品、无证经营以及资金流水异常，涉及非法资金流转。今天我们几部门联合突击检查，请你配合。完全配合，我们公司合法经营，经得起任何审查。各位领导，请进。装！凌晨，你接着装！这上万平米的仓库堆的要是全都是核可饼，我赵强今天把名字倒过来写。陈队，抽检的能量棒、巧克力和肉罐头，外观包装完好，没有破损和霉变。最关键的是，距离保质期都还有整整半个月以上，全部属于合规的临期产品，并未过期变质。不可能，他收的都是别人不要的烂货，肯定有私自篡改生产日期的，查他的批号。还有，他根本没有这种大规模食品仓储的资质。张律师，陈队长，这是我当事人林先生名下青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全套资质，包括特种食品经营许可证、大型冷链仓储资质，同时我们还具备高档宠物饲料加工的出口许可。各位领导，为了响应拒绝食品浪费的号召，我们将这些合格的临期高热量食品，一部分通过正规渠道进行2次特价分销，另一部分将作为高档宠物饲料的原材料进行合规出口，所有手续盘贝无掐。手续完全合法，仓储环境甚至超过了 A 级标准，没有任何违规操作。那资金呢？他一个快破产的小老板，哪来几千万在全城疯狂扫货？他肯定是资金来源非法，税务的领导查他的账啊！凌晨，举报人称你的巨额资金来源不明，请立刻出示你公司近期的所有流水账簿和诺税证明。王科长，您要的东西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3天前，我通过本市权威的同仁阁，合法出售了一株100年野生老山参，获利800万。昨天，我通过拍卖行聚宝筛，合法转让6件无瑕疵古法玉盒，获利2700万。这是同仁福和聚宝庄出具的藏品合法来源保证书及正规收购合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2笔共计3500万的巨额收入，我们在资金到账的第一时间就由拍卖行代口缴纳，并主动向贵局申报缴纳了所有合法的企业及个人所得税，所有的原税凭证都在您手里。陈队，账目十分清晰。林先生不仅资金来源绝对合法，而且是本市少见的主动且足额纳税的模范纳税人，没有任何违规交易或偷税累税的嫌疑。卖人参，卖古玉，3500万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个快破产的穷光蛋啊！赵强，你涉嫌恶意不实举报，严重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。你刚才的指控不仅不成立，而且涉嫌对林先生进行名誉诽谤。陈队，我是真不知情啊，我只是担心食品安全。凌晨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这边的茶水费一直都是行规，别人给30%，你1毛不拔，我怎么给你走账？今天你一折不卖，明天这批货就只能当垃圾拉去填埋场。你要是敢递交录音，我在这个行业封杀你，我让你1包饼干都卖不出去。赵强，身为大卖场采购经理，利用职务之便强索30%的高额回扣，在敲诈勒索未果后，单方面撕毁合同，并利用垄断地位在全行业对我进行商业封锁和恐吓。陈队长，我方已正式向经侦大队报案，赵强涉嫌非工作人员受贿罪、敲诈勒索罪。同时，我们已经将证据提交给了大卖账总部。据我所知，大卖账总部的法务和纪检人员已经在赶来交接的路上了。凌晨，你算计我！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！我从没算计过你，我只是在用合法的规则，正当的保护我自己的财产。赵强，你不该把别人往死路上逼，因为你不知道，被你逼到绝境的人手里到底握着什么样的底牌。赵强，现在口头传唤你，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商业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。带走。林先生，像您这样遵纪守法的企业家，是我们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对象，以后好好干。一定，合法经营是底线。咱们不仅没死，还把赵强那个吸血鬼合法的送进去了。那些不敢收咱们货的渠道商，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。老李，这只是开始，现在的大后方彻底稳了，赵强进去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卡我们的渠道。真正的大生意，现在才刚刚拉开帷幕。老板，
这是今天下午新收的货，10万箱高钙压缩饼干，5万箱临期特级风干牛肉，还有2万套极地防寒服，都是按照您的要求质检全绿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干净利落。很好，老李，放出风去，以后不管谁的货，只要合法合规、质量过硬，我林晨全要了。咱们要把这座城市变成我们的大后方。老板放心，现在您在行里，那就是这个。解决完赵强，有了合法的现金流，这座城市的商业渠道彻底向我打开了大门。苏宗主，又出什么事了？林仙尊，清寒无能，恐无法再为您效力了。恳请仙尊收回这些时日赐下的所有法宝，带着神识离开吧。青云宗大劫将至。我上次是不是说过，我们是平等交易，不要动不动之行大礼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妖兽又来了，高压电网扛不住了。仙尊，不是妖兽，是人，是黑煞宗的堕落邪修。林仙尊，这几日我们用您的神光和电网击退了数波妖兽，但神识的纯净气息不仅引来了妖兽，也引来了附近100里外最大的邪派黑煞宗。邪派？他们很厉害？何止是厉害！末法时代降临后，绝大多数修士因为没有灵气补充，都虚弱不堪。但黑煞宗宗主厉伟王却找到了一种邪法，他们主动吸食废土上的浊气，把自己变得半人半妖。他们不仅没有失去力量，反而因为浊化的肉身变得力大无穷，嗜血如命。厉鬼王已经带人将青云宗外围的山头全部封锁，他放了狠话，明日午时，若我不把纯净神识的源头交出去，他就要带上1000名黑煞宗弟子踏平青云宗，而且他们有1000人啊！仙尊，那些邪修不仅吃妖兽，他们连人也吃，他们是真正的怪物。仙尊，您赐下神器救我宗门数次，此等大恩，清寒只能来世再报。明日我会开启护宗阵的最后一点残存底蕴自爆，为您拖延时间，请您立刻乘坐法器离去。走，我凌晨做生意从来没有中途撤资的习惯。仙尊，您不知道厉鬼王的可怕。他再可怕，也就是个肉身强点、跑得快点的碳基生物罢了。1000人，真以为人多就能赢？让大家把这些吃了，这玩意儿热量极高，能让你们迅速恢复体力。苏宗主，你刚才说他们明天中午才进攻？是，邪修虽然吸食浊气，但句句正午的阳光直射，所以他们通常会在阳光被浊气遮挡最严实的午时发动总攻。时间足够了，我今晚回一趟仙界，给你们带点新时代的重火力。重火力？仙尊，您要亲自出镇压他们？